部门庆功宴上，为公司开辟一条新业务的我被升为合伙人，还获得了5%的股份，市值10个亿。同事为我庆祝，给了我一张整股彩票。雨堂，这是股份转让协议，现在该叫你苏总了。顾总抬举了，加油！顾总，这是一张整股彩票，里面可是中奖2个亿哦！祝贺您成为公司合伙人，也祝贺你成为亿万富翁。谢谢大家，干杯！我并没有把这张整股彩票当回事，带回家顺手放在桌上，就去厨房做饭了。没想到这张整股彩票被老公看到了。对了中奖号码后，老公满脸激动，正要打电话通知亲友这个消息。我怕造成乌龙，正准备告诉老公真相，婆婆却突然闯了进来。你说你中了大奖，还是2个亿！我反复对了好几遍，确定中奖2个亿。哎呀，真是祖宗保佑啊！这下我们老周家可要发达了，2个亿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周家就要踏入上流社会了。有了这2个亿，咱们家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回头就在那市中心买栋大别墅，带花园带泳池的那种，再配一辆顶级豪车。让那些曾经看不起咱们的都高攀不起。我不想这个乌龙越闹越大，正要从婆婆手中拿走彩票，然后说出真相，谁知老公妈，这张彩票是你干什么？这可是我们周家的宝，也是你能碰的。老公，这张彩票是所以你该不会是想说这张彩票是你的吧？这张彩票现在在我手里，那就是我的，你别想抢走。儿子，你马上就是亿万富翁了，像他这种下等人，根本没资格为我们周家生儿育女，赶紧跟他离婚。妈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跟他去民政局离婚。这张彩票你先放好啊，等离了婚咱们再去对价，免得他想分我的财产。儿子，还是你聪明睿智，以后娶老婆可一定要好好选选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嫁进我们周家。苏雨堂，我妈说的对，像你这样的下等人已经配不上我亿万富翁的身份。老公，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要不是看在你愿意在房产证上只写我的名字，而且每个月工资5万都愿意交给我，你以为我愿意陪你逢场作戏？逢场作戏？啊，老公，你跟妈是不是在演戏啊？我知道我拿假彩票整蛊你们是我不对，可是什么整蛊彩票啊？苏雨堂，你休想把我的彩票骗走！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周家的人了，赶紧滚！再不滚，小心我告你私闯民宅！你们是认真的？为什么呀？我们这么多年感情，你怎么会突然？燕哥，你买彩票中了2个亿。老公，菲菲，
你们在干什么？雨堂，你在家啊？我不是你看到那个样子的，我。菲菲，肯定是因为你昨天亲了我一口，才让我运气爆棚中了大奖，所以啊，这2个亿也有你的一份。天哥，所以就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。我最好的闺蜜跟我的老公有一腿，还拿着我的彩票要跟小3分钱。雨堂，我跟远哥是清白的，我只是听说他中了大奖，太激动了而已。菲菲，不用跟他解释，既然你看到了，那我也没必要装了。没错，菲菲才是我深爱的那个。跟你在一起的每一秒钟，我都恶心的想吐。远哥，我们终于可以公开了吗？每次看到你跟他在一起，我都心如刀绞。哦，菲菲，你比她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好，而且不仅会照顾人，还是海归博士呢。你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儿媳妇儿。哦，对了，伯母、远哥，我今天来这里呢，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，我怀孕了。菲菲，你真的怀了我的孩子？嗯。哎呦，那我要当爸爸了！真是老祖宗保佑，今天我们周家双喜临门，可喜可贺呀！我也没想到，肯定是那天晚上雨堂通宵没回来那次怀上的。上个月我通宵那天，难怪。喂，老公，这个点没车了，你待会儿能来接我下班吗？你没腿吗？你自己走回来啊！老公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我在运动。你突然打电话来是想吓死我吗？好了，你没事别打了啊！我不顾肚子疼，在公司熬夜加班，你却跟我的好闺蜜在家里偷情。贱人，这里是周家，还轮不到你说三道四，赶紧离开，否则我就报警。这房子可是我买的，要滚也是你们滚。你嫁到了我们周家，你的一切都是我们周家的。苏雨堂，这房子写的可是我的名字，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我现在算是看透你们了，怪我当初瞎了眼。既然如此，我成为公司合伙人，还获得价值2个亿股份的事，也没必要告诉你们了。雨堂，是你给不了远哥想要的东西，你怎么能怪我呢？苏雨堂，如今我已经是亿万富翁了，也看不上你每个月那点死工资。看在毕竟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体面一点，赶紧跟我去民政局离婚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离婚可以，但这套房子必须还给我，不然我绝对不同意离婚。什么？想要房子？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你！苏雨堂，这套房子可是价值好几百万呢，你离婚就要全部拿走？我告诉你，绝不可能！那就这么耗着吧，反正等彩票开了奖，我至少能分一半。你，苏雨堂，你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是吧？啊，大不了直接起诉离婚。好啊，那就起诉离婚。我手机里有你们出轨的证据，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法律是会站在谁那边。敢偷偷录音，贱人！贱人，你就是想分我儿子的奖金，你真是不要脸！彩票的奖金我1分都不要，我只要我自己的房子。拿到房子，我立刻同意离婚。远哥，要不咱们答应他的条件，你让房子给他吧。对了奖，
怎么可就有2个亿了？这点钱算什么？菲菲说的对，我们马上就是亿万富翁了，还在乎这点小钱？儿子，他要就给他，别因为这点小钱让他分了我们的小钱。答应你的条件了，现在就去办理房产过户，然后马上给我去民政局离婚。好。儿子，你终于摆脱这个小贱人了。今天咱们家可是3喜临门，等回到家，我们选个良辰吉日，你跟菲菲就结婚。菲菲，等我兑了奖，咱们就结婚。我要买一栋大别墅当我们的婚房，再为你准备一场世纪大婚礼，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。远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周远，柳菲菲，好好珍惜你们做发财梦的机会吧。等兑奖之后，你们就没机会了。苏瑞堂，我们离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当你的下头，我当我的亿万富翁，别再来纠缠我。同样的话送给你，以后别再来纠缠我。这苏瑞堂，你是在搞笑吗？啊，我一个亿万富翁，会来纠缠你一个下等人？我看你啊，是心里嫉妒的快要发疯了吧？眼看我们中了大奖，你却1分钱都拿不到。苏雨堂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把亿万富翁太太的位置让给了我。你放心，接下来我会好好照顾远哥的，比你照顾的更好。那就祝你们美梦成真。3个傻帽，希望你们兑奖之后还能这么高兴。这些东西全都扔了，全都不要。好的，女士。好的，女士。周远，离婚了还在用我的副卡消费。喂，银行吗？停掉我银行卡绑定的所有副卡以及亲密付。吃饱喝足，菲，我带你去金店买点首饰什么的，当做结婚的彩礼。啊，真的吗？远哥，你对我真好。菲菲，你如今可是我们周家的大功臣，是要多买点首饰。走。来人，给我们介绍一下呀！我和我老婆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只要是我老婆看上的，我全都买了。远哥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你跟雨堂结婚的时候，连银饰都没送，却要送我这么多金饰，这不太好吧？哎呀，那个贱人哪能跟你比啊？菲菲，我最爱的还是你啊！你怀了我们周家的血脉，那就是我们周家的大功臣。况且我们马上就是亿万富翁了，这点金饰不算什么。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钱吧？没事儿，可以先刷信用卡嘛。那实在不行，旁边不是还有彩票兑奖中心吗？到时候直接去兑奖就行。啊，先生、女士，我来为你们介绍，这是我们店最新的限量款。谢谢妈妈。这是我们店最顶级的大师设计，并且纯手工制作的。还有这个，这些您都可以看看。这个当我们婚戒好不好？好。怎么样，菲菲？喜欢哪些？只要你喜欢，我都给你买下来。远哥，这个还有这些，我都喜欢。那就都给你买下来啊！真的吗？远哥，你真的太好了。哎呀，当然。啊，刷卡。这位先生，我再次确认一下，您刚才说之前我们看的这些加起来一共价值138万的金饰，你要全部买下来？怎么？你是觉得我买不起吗？什么态度啊！我儿子马上就是亿万富翁了，这区区100多万的东西，
怎么可能买不起？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不想卖啊？我们去别家买。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都是我有眼无珠，我给您道歉，我这就给您打包。不用打包了，我全部带身上。那我就给您刷卡结账。刷卡失败。先生，这张信用卡被停了，刷不出来。您看是换一张卡还是？这张卡被停了？怎么可能？你再重新刷一次。刷卡失败。先生，要不您还是换一张卡试试？我真以为他要包全场呢，原来是吹牛的。小姑娘，这是遇到骗子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位先生，还请您尽快结账，要不然还请这位女士把身上的金饰脱下来。远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肯定是苏永堂那个贱人搞的鬼。苏雨堂，我的卡被停了，是不是你搞的鬼啊？周远，结婚的时候你一直都在刷我的副卡，现在离婚了还想刷我的卡，你当我是你这种傻子吗？贱人，赶紧把我儿子的卡恢复了！不就是100多万吗？等我兑了奖直接还你就是。我可马上就是亿万富翁了。你为了这么点小钱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脸，我一定要你好看。那就请亿万富翁赶紧结账吧，白痴。贱人竟然敢挂我电话！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。贱人，贱人！这贱人，别让我再看到他，否则我绝饶不了他。这位先生，你要是实在没钱，还请赶紧把我们店里的金饰还给我，要不然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远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要不然还是把这些金饰给退了吧。不用，我还可以借贷，左右不过几百万，3天之后兑了奖，我还怕还不起吗？没错，我们家马上就是亿万富翁了，先见个几百万画画而已，这点小钱不算什么。可是这么多钱，银行恐怕也要审核很久吧？不用担心，我认识黑龙会的龙哥，找他借钱只要不超过1000万，直接秒到账。喂，龙哥，哎，我想找您借点钱。龙哥，龙哥，就是你找我借500万啊？规矩都懂吗？呀，龙哥放心，我只借3天，3天之后一定连本带利还给您。小子，你记住，3天后记得还钱，要是不还的话，那就……谢谢龙哥，谢谢龙哥。龙哥慢走啊！结账吧。看到没？谁说我们家没钱呢？周先生，刚才都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我给您道歉。菲菲，现在咱们有钱了，就该去消费啊！走。于堂，你看这个项链好看吗？我怎么觉得一般呢？但是远哥就是要给我买，真是烦死了。还有这个，他说是什么大师纯手工制作，我怎么觉得也不怎么好看呢？你喜欢吗？我送你一件呢。借吧，花吧，希望3天后你们还能这么开心。兑奖的时间到了，好戏即将开场。周远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谁啊？龙哥，
不是您怎么了？哎呀，几点了？还睡呢？3天时间到了，起来啊！龙哥，你放心啊，不就是500万吗？啊，我这就是缺对奖啊，对了奖我就把球还给你。希望如此。别走啊！龙哥，龙哥。你个贱人，你怎么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苏雨堂，该不会是知道我们今天要对奖，特意来分一杯羹的吧？告诉你休想！苏雨堂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这些钱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那也得你真的能对了奖再说吧。苏雨堂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张彩票被他做了什么手脚，只能他兑奖？不可能，我查过了，买彩票是不记名的。我看你是嫉妒我儿子中了大奖，你却1分钱都拿不到。苏雨堂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兑了奖，这些账再一起跟你清算。少磨叽，赶紧兑奖还钱，要不然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啊！我你妈！龙哥，我这就去兑奖。好戏要开场。苏雨堂，我今天就让你好好看看，你离了我什么都不是，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亿万富翁。哎，兑奖。彩票无效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张彩票是假的，防伪码在系统里根本查不到。什么？彩票是假的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这张彩票兑了10多次了，绝不可能是假的。那个，要不你们再检查一遍？这彩票怎么可能作假嘛？女士，我们已经验证了2次，绝对不会出错。轩哥，彩票怎么能是假的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彩票怎么会是假的？我的2个亿奖金，我的豪车豪宅，美梦破碎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们眼红我儿子中了2个亿，所以想占为己有。你们这种龌龊的心思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赶紧给我们兑奖，否则我们对你们不客气。对于彩票兑奖，如果你们有任何不满，都可以报警，让警察来判定。但是如果再拿这张假彩票在这里捣乱，别怪我先报警。假的？彩票怎么能是假的呢？所以，我的钱呢？我的钱呢？赶紧还钱！周远，接下来你们该怎么办呢？500万的高利贷，还真是大手笔。龙哥，我也不知道这张彩票是假的呀，不然我现在肯定就把钱还你了呀。这么说，你没有还钱的能力，却找我借了500万，当我是冤大头啊？是啊，龙哥，我们现在身上实在是没钱，您能不能再宽限我们一段时间？这么说，你们把借我的500万全都花完了？花完了。我不管这什么理由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赶紧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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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现在真的没钱，不还钱是吧？那你们都别想出去。我有100种方法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等，龙哥，这是我昨天才买的奔驰车，这价值150万的，我都没怎么舍得开。您看能不能抵点债啊？你是真会销售呀，用我的钱去买奔驰车。现在这是2手车了，我只给你抵100万，剩下的钱
赶紧还给我！那个，菲菲，你看我从龙哥这里借的钱，大部分都花在了你的身上，要不你就先把你身上的项链、首饰、包包什么的，你先还给龙哥。远哥，这些都是你自愿送给我的。菲菲啊，咱们现在可是一家人，这一家人啊就该互帮互助。况且这些首饰都是我儿子买的，他现在遇到危机了，就应该帮帮他。周远，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，你从未送给我超过100块的礼物，结果现在为了讨好小三，倒是几百万的花。不过也好，让我彻底看清你的真面目。呀，菲菲，那不还龙哥钱，今天咱们都走不了，这也是为了你自己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啊，我以后肯定给你买更好的。你真的希望我把这些首饰给拆下来给你还债？这些债本来就是给你买首饰欠下的，这些首饰都是我儿子给你买的，现在拿出来应一急怎么了？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？这些首饰你既然送给了我，那就是我的，要让我拿来还债，不可能。菲菲，咱们现在是一家人啊！一家人，周远，我可没跟你领证。你忘了我们当初的诺言吗？闭嘴吧你！你还好意思提当初？当初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这个彩票绝对是真的，你还中了2个亿，要让我当什么亿万富翁的太太。结果呢？彩票是假的，2个亿是泡影。你现在不仅是穷光蛋，你还欠了500万的高利贷，还要让我脱下这只首饰替你还债。你个废物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当初要不是你说怀了我的孩子，我怎么会和苏雨堂离婚呢？现在我有难了，你就想跟我撇清关系。再说了，这些债都不是为你欠的。孩子，周远，你还真以为我怀了你的种啊？我不过是看你快要发财了，想上位而已。孩子不是你的，没想到吧？这出狗咬狗的好戏还真是好看，也算没白来。周远，你这么急着跟我离婚，就是为了上赶着去给别人当接盘侠呀？这也算是你的报应。什么？孩子不是我儿子的？柳菲菲，你这个贱人，敢骗我儿子，你不得好死！赶紧把我儿子买的首饰还回来！把项链还给我！这是我们周家买的！你个骗子，你贱人！妈！菲菲，你敢打我妈？龙哥，抓住他！他身上的东西值200多万，抓住他就能抵债。龙哥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跟你签借贷合同的人是周远，花钱的人也是他，跟我柳菲菲可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们要是敢动我，我就报警。怎么跟你没关系啊？这些钱大部分都花在了你的身上，你现在就是在过河拆桥。你那都是自愿赠与，警察来了也得找我这边。龙哥，你是求财，不是求麻烦，对吧？让他走。龙哥，不能让他走，他身上……周远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以前靠老婆养，现在还想做白日梦，靠彩票发财，做梦去吧！还有你妈那个老二婆，跟你儿子一起烂在泥里吧！贱人，你我撕了你的嘴！苏雨堂，我之前是对不起你，但是好歹我帮你看清了周远这个狗渣男的真面目，还帮你坑了他一把。咱们俩算是两清了啊！以后路归路，桥归桥，两不相欠。柳菲菲倒还挺聪明的。柳菲菲，你站住！你把东西给我还回来！还想跑是吧？怎么可？我不是要跑呀，我想抓那个贱人，他把我的钱都拿走了。我管你追谁的，钱呢？剩下的400万，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来，我卸你一条腿儿！自作孽不可活。算了，戏也看得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苏雨堂，是你，那张彩票肯定是你搞的鬼，是你在耍我，是你在报复我。肯定是他，之前就想抢走我们的彩票，肯定是他嫉妒我儿子中了2个亿，所以趁我们不注意偷偷丢回了彩票。我就说呢，我检查了这么多遍的彩票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原来是你这个贱人，是你偷走了我的2个亿奖金，你这是偷东西！赶紧把彩票还给我，不然我报警了。都开始颠倒黑白、胡乱造谣了呀！我有随时录音的习惯，希望待会儿到了警察局，你们已经想好辩解的理由。贱人，我们都离婚了，你还敢偷我东西？我也没必要给你脸了。我，不是，哥。
老子没时间看你们在这演家庭伦理剧。我的钱呢，剩下的400万，你要是今天拿不出来，那就……他有钱，她是我老婆，我们家的钱都在他身上。对，龙哥，这贱人卷走了我们家底，把我们害得那么惨，这钱就应该他来还。你是周远的老婆，那你就替他还钱吧，400万。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这是离婚证，我跟你早就没关系了。你们欠的债，凭什么我来还？就凭你调换了我的彩票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，你就得还钱。我害的？你扪心自问，那张彩票是我给你的，还是你自己拿的？那又怎么了？彩票在我手上，那就是我的，赶紧把这彩票还给我！老子没时间听你们在这扯皮，赶紧还钱！先把他给我好好的打一顿，让老子出口气再说。打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好了，别惹，别把他们打死了。小子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再不还钱那就……女的送到商 K 去当公主，男的去当王子。龙哥，我一个老太婆去当公主不太合适。老太婆又怎么了？就有人喜欢你这一类的呀。龙哥，把这小子去送给富婆当王子，对他来说简直享受。谁说我要把他送去给富婆当王子了？哦，难道说？周远，你们就好好享受吧。龙哥，求求你饶饶我吧，我还钱，我这就还钱。你们现在身无分文，拿什么还钱呀？苏雨堂，你先借我400万，等我有钱了就还你。是你脑子进水了，还是你认为我脑子进水了？居然要我借给你钱，要我借给你钱也可以，现在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我可以考虑考虑。苏雨堂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们家欠下的钱本来就是你造成的，没让还已经不错了，连垫钱也不肯，真是个屠夫。你今天要是不帮我还钱，我就跟你同归于尽了。龙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在想办法凑钱还款啊。你这个窝囊废，居然能找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婆，竟然还不知足，老子都看不下去了。妹子，你放心，他们还债的事儿绝对不会牵连你。那就谢谢龙哥了。老子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我只给你3分钟，3分钟之后要是再不还钱，马上把你们送到商 K 去。什么时候赚够400万，什么时候再离开。哎呦，儿子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要是想不到办法，那就委屈一下你的屁股，你就忍一忍，苦一苦就过去了啊。就他一个人也行啊，不过就得辛苦一点喽，毕竟时间越长，利息越高嘛。还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！哎，别急啊，虽然你不仁，但我不能不义。我已经帮你们想好一个还钱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们去一个别的平台贷款，用新贷的款还了龙哥的债。至于新的贷款嘛，之后再想办法。这是什么办法？这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吗？要是不借的话也行啊，立刻送到商 K 去。借，我们借。你只能先这样了，新的贷款后面想办法再还，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。那还不赶紧借？我这就借，龙哥，我这就借啊。妈，我的额度不太够，你也借点。等从岁月堂那边拿回真的彩票，这点小钱不算什么。事到如今还想着彩票中奖，周远，我该说你傻呢，还是说你蠢呢？龙哥，那个400万打到您卡上了啊。算你识相，不过新的贷款记着还呀，其他放贷公司可没有龙哥我好说话呀，利息都不要你了。既然钱收到了，兄弟们，我们走。恭喜啊，总算还清了龙哥的债务。不过接下来就希望2位好好努力，早日还清新的债务吧。贱人，你！苏伟堂，你赶紧把真的彩票给我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是脑子进水了吗？哪有什么真的彩票，这就是一张整蛊彩票，中大奖都是你自己臆想。
这就是张假彩票，这是整蛊彩票！不可能，肯定是苏雨堂这个贱人想偷偷媚向我们的奖金。这张假彩票既然是你的，那你就得负责。之前是你自己说的，彩票不实名，在谁手上就是谁的。你做的债，凭什么我来还？就算是我儿子拿的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这张彩票是假的？就是你这个贱人，居心叵测，想害我们出手。是你们母子俩利欲熏心，自以为中了大奖，迫不及待的把我这个下等人踢开，连让我说出真话的机会都不给，现在却倒打一耙，怪起我来了。那也是你的责任。你要是不把这张彩票拿回来，哪有那么多的事？那就跟你们似的，拿一张假彩票来欺骗我们，害我们背上400多万的债，我撕了你的脸，我，哎呦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个老妖婆！雨堂，我错了，我们不离婚了，我们现在去民政局复婚。现在知道错了。老婆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是爱我的，求求你救救我好不好？之前都是我们的错，你看小远都这么低声下气的求你了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。回了家，你还是妈的好儿媳啊！一时糊涂就能背着我出轨，连孩子都有了；一时糊涂就能把我的付出当应该；一时糊涂就要跟我离婚。都是我的错，你看在我们多年夫妻的情分上，你帮帮我吧。周远，出轨是你自己要求的，离婚是你自己提的，我们之间已经完了，这都是你自作自受。雨堂，雨堂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雨堂，我对你好你不珍惜，那就要承受背叛我的代价。背负巨额债务只是我报复的第一步，接下来我会让你们身败名裂。我儿子都这样了，你还这么绝情？你早就对我儿子有二心了，把责任推到我儿子头上，我们跟你明还。我们这样生活分完，连饭也吃不起，还欠那么多的债款。儿子，你不是说有办法？啊，你别忘了，咱们那天苏雨堂他有钱，就算那房子卖了就能买套房，足够给他们抵债了。什么他的房子？这房子明明是我们的，他把我们害得那么惨，我们只是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，已经够义气。这房子已经过户给了他，他要是不还给我们可怎么办？他不还，咱们就去要，去他公司呢。他呀，肯定舍不得现在这份工作，肯定不想我们闹大。你就以此来威胁让他把房子还给我，是你还能赔偿我们的损失呢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就是在公司的，省得身败名裂。那我们去那的话，他报警或者叫保安，那我们可怎么办？我一朋友最近刚刚入驻他们公司天工科技，当人事主管。苏雨堂他要是不肯高层息事宁人，我就让我朋友开除，看他到底怎么想。明天咱们去他公司。苏雨堂，既然你对我不对，就对我不义。顾总，您找我？你现在已经是公司合伙人了，这次叫你来，就决定正式任命你为公司副总裁，主管业务部门。谢谢顾总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还有公司的期待。你的能力我一直有目共睹，看在眼里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前2天你请假，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？有什么事的话，随时告诉我。谢谢顾总关心，我是请假回去离婚了。你离婚了？是，刚办完手续没多久。有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告诉我。谢谢顾总。不用谢我，也该感谢你自己。你先去忙吧。前2天你请假，你身为公司合伙人的事情我没有公布。明天我会把你身为副总裁的事情一块公布。多谢顾总看重。苏雨堂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妈，你先进去闹，我去找我那个朋友。苏雨堂呢？把他叫出来！大家都来评评理啊！我娘恶毒儿媳妇苏雨堂，她要逼得我们一家活不下去呀！苏总，不好了！您婆婆带了许多人在1楼大厅闹起来了，还拉了横幅说你出轨。他们还敢来我这里闹事？是谁啊？来找苏经理的？看着像闹事儿的，这苏经理家里出事了？
未知全貌，不予置评。先看看怎么回事。我儿子娶了她，掏心掏肺的对她好，可她呢，嫌弃我们家穷，还嫌我儿子没出息。这转头啊，就跟有钱人好上了，还要跟我儿子离婚呢。我们周家造了什么孽呀？让苏雨堂这么糟蹋？业务部那个苏雨堂吗？不会吧？之前听说苏经理家庭和睦，幸福美满啊。这离婚就离婚吧，我们也认了。可他的心也太黑了，把我儿子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买的房子，也逼得过户给了他。霸婆家占房产，苏经理看起来不像这样的人啊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是啊，苏经理看起来挺正派的。正派那是平常装出来骗你们的。这还不算完呢，他还逼着我儿子签了那个什么协议，让我们欠了好几百万的债。我一个老太婆，要本事没本事，我儿子还没了工作，天天被人追债，这房子也没了，钱也没了，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我们只能睡桥洞啊！你们都来评评理呀，看看他是什么人啊！要真是这样，苏经理这儿媳妇做的也太不是人了呀！居然把自己的老公和婆婆逼成这样，简直禽兽不如，这是要遭天谴啊！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这个毒妇，我儿子以前对你那么好，你却恩将仇报，把我们赶出了家门，还设计让我们欠了400多万的贷款，你这是把我往死里逼呀！大家都来评评理呀！还真是这个苏玉堂啊，他外表看着光鲜亮丽，实际上心肠怎么这么黑呀？虐待婆婆，天打雷劈！苏经理，不管以前有什么矛盾，把人逼到这份上也太过分了吧？毕竟你们也是一家人啊！出轨的明明是你儿子，提离婚的也是你儿子，现在都变成我的错了，赶紧给我滚！再在这里不辨是非、颠倒黑白，小心我！怎么这样呢？这儿子突然打婆婆了呀！对呀，你婆婆这么大年纪，你居然动手打她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光天化日之下就这样子欺负婆婆，可想平常在家是怎么对我们的？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她平日里啊对我儿子非打即骂，把我这个婆婆当成仆人一样让我伺候她。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？摊上了这么一个儿媳妇儿。看来你今天是不肯善罢甘休了。我们全家都对你那么好，我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，可你呢，却霸占我们的家，还这么对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死了！别！霸占你们的房子，买房子的钱都是我出的，什么时候变成你们的房子了？你胡说！买房子的钱分明是用我儿子的钱买的，你霸占我们的房子，让我们睡桥洞，我们吃也吃不好，穿也穿不暖，还背了400多万的债呢。你却舒舒服服的待在我们家，花着我们的钱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我说今天苏雨堂怎么穿的这么好看？原来啊是拿着婆家的钱在挥霍呀！穿的再好看，也掩饰不住她肮脏的内心。我儿子对你那么好，你却为了钱背叛了他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这苏雨堂私底下到底是做了多么人神共愤的事，竟然被婆婆这么控诉，这种人居然还有脸活着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就是啊。苏雨堂，我劝你啊，赶紧把我们的房子还给我们，再把我们欠的债呢给我们还了，我立刻就走，否则我让你身败名裂。好啊，看来你今天非要胡搅蛮缠，那我们就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啊！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害得我们无家可归，负债累累。事实就是，那套房子从首付到月供，每一分钱都是我苏雨堂的，而他的儿子周远结婚3年没有往家里拿过1分钱，反而一直在挥霍我的钱。我手机里有每个月的账单，大家一看就知道了。至于负债，那就更可笑了。他儿子周远拿着公司送给我的整蛊彩票，以为中了2个亿，结果彩票是假的。为了讨情人欢心，借了高利贷挥霍一空。你胡说！那彩票明明是你的，是你陷害我儿子。那离婚也是因为你在外面有人了。你是不是忘了，
我手机里还有他出轨的证据，我今天倒要看看，是谁让谁身败名裂。伯母，远哥，我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，我怀孕了。你真的怀了我的孩子啊？我要当爸爸了。我也是才知道，估计是上个月雨堂通宵没回来那天怀上的。房产证上写的可都是我的名字，跟你没半毛钱关系。大家不要被骗了，出轨的明明是他儿子。在我熬夜加班的时候，我的丈夫和我的好闺蜜私通怀了孩子，这就是他们出轨的铁证。难道是我们真的错怪苏雨堂了？这证据都摆出来了，原来出轨的是苏经理的老公啊！真是渣男！哎，你们别信，这是假的，这是污蔑！证据确凿，还敢狡辩吗？妈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这人好像是苏经理的老公，那个出轨的渣男。哼，竟然还敢来，还真是不要脸啊！儿子，妈真的没办法了，他就是要逼死我们。这个毒妇，他也太狠心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。既然我们已经离婚了，那你出轨的事也都翻篇了，我不想计较。你对他这么大度，他却想逼死我们，还伪造你吃软饭出轨的证据，他就是想污蔑你的名声呀。毕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嘛。那雨堂虽然他对不起我，但是我一个大男人让他也是应该的。雨堂，只要你别再伤害我妈，你随便怎么污蔑我都行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听起来好像是说苏经理拿出来的证据是假的。这周岩也太好了吧，居然这么大度！看来之前我对他的猜测都是错误的呀。这么大度的男人，怎么可能出轨啊？我倒要看看你还想搞什么鬼！我要先跟你说声抱歉，走到离婚这一步，我们双方都有责任。可能是我忙于工作，对家庭照顾不周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但是既然已经离婚了，好聚好散不好吗？何必要把我们往死了逼呢？我把你们往死里逼，你们母子俩还真是会倒打一耙呀！我已经不怪你了，真的，我原谅你了。只求你能看在我妈曾经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看待的份上，你把房子还给我们，再替我们还了债。既然我儿子念旧情，雨堂，我也不怪你，只要你肯帮帮我们。你就看在我们曾经的情分上，看在我妈曾经叫你一声儿媳的份上，你就不能伸手帮我们一把吗？你难道真的这么冷血吗？看来他们也挺惨的，都被逼到这份上了。是啊，周远都这么大度了，连苏经理出轨的事情都能原谅。苏经理，要不你就帮上一把呗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是啊，毕竟是你有错在先，你老公都不睡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周远，你不去演戏还真是可惜了。是雨堂，我也是为了你好啊！你说，要是你逼死老公和你婆婆的消息传出去，别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让人恶心。周远，你说我出轨，那你有证据吗？毕竟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。那要不是你把我们实在逼得没办法，我也不可能把这件事拿出来说呀。毕竟也是曾经的家丑。而且再这么闹下去，不仅会让你丢了名声，还会连累你们公司啊！苏雨堂，你出轨就是你的错，你还不赶紧答应他们，把钱和房子都给他们？你这到时候连累公司可怎么办啊？就是啊，连累了公司，你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你还真是会操纵舆论，可惜，在绝对的证据面前，任何一切都是徒劳的。钱跟房子都是我的，我是绝对不可能给你的。我们不公布证据，那是给你面子。你别不识好歹，难道你真让我们把你出轨的证据拿出来吗？只要你们有，随便你们拿着。雨堂，我是真的不想。我没空陪你在这闹。既然你拿不出证据，那就我来。你们该不会以为我只有那一段录音吧？这些是你出轨我的闺蜜柳菲菲的证据，那就给大家都看看吧。别住手！天哪，还真是他出轨了！刚才居然还那么大义凛然的为苏经理着想，原来你都是装的！渣男，亏我刚才这么帮他说话。呸！这对母子真不要脸！这都是假的，这都是苏雨堂为了诬陷我 P 图的呀！周远，你把大家当傻子吗？是不是 P 图都看不出来吗？苏雨堂，你这个毒妇黑心肝！
我们周家娶了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你现在发达了，就想一脚把我们踹开。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你要是今天不帮我们还钱，我们跟你没完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变成现在这样都是你害的。那400万的高利贷赌债，你必须替我们还了。支持苏经理，凭什么帮他们还债呀？支持苏经理，凭什么帮他们还债？自己出轨借钱，还想让前妻擦屁股，真是太不要脸了。现在还不快滚！这苏雨堂，你真这么狠心啊？你真打算一点活路都不给我们留吗？贱人，你可别忘了，当初你是怎么求着要嫁进我们周家的？现在翅膀硬了，就翻脸不认人。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就该天打雷劈！活路是自己走的，不是别人给的。至于恩情，你们周家对我有什么恩？是3年不出1分钱的恩，还是出轨怀私生子的恩？好啊，苏雨堂，你是铁了心见死不救是吧？你以为你在天宫科技这个位置就坐稳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答应我们的要求，我让你丢了工作。让我丢了工作，就凭你？我认识你们公司人事部的赵主管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开除你？儿子，快给赵主管打电话，让赵主管开除他。等他没了工作，看他还怎么嚣张！开除我！开除我！周远，凭你口中的那位赵主管，还没有资格开除我。少废话，苏雨堂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！答应我们的要求，否则我立刻让赵主管开除你，而且让你在整个行业都混不下去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看看这位赵主管能不能开除我。行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那就等着，我已经给赵哥发消息了，他马上就来。贱人，我们这是在给你机会，等赵主管来了，你后悔都来得及。那就等着吧，看看到时候是谁后悔。儿子，这可怎么办？这贱人吃软不吃硬，赵主管来了，即使开除了他，那我们钱也拿不到啊！再给他上点压力。贱人，赶紧把房子和钱给我们，否则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，让你永生永世都背负劈死婆婆的骂名。我最不怕的就是危险。苏雨堂，这是你逼我们的。哎呀，老天爷，怎么让我老周家摊上这么一个恶毒儿媳妇儿啊！我简直愧对我们老周家的列祖列宗啊！你今天要是不把钱和房子还给我们，我今天就一头撞死在这儿！你真想撞你就去撞啊！不过我提醒你，这面的墙壁啊都是钢化玻璃，撞上去顶多起一个包。哎，你要真想死，出门右拐500米有座天桥，那里高度足够。你个毒妇，竟然叫错婆婆去死！苏雨堂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我妈都这样了，你还说风凉话？比起你们想用舆论逼我就范，夺走我的房子和财产，我这算哪门子风凉话呀？大家快来看看，恶毒儿媳妇要逼死婆婆了，我还有什么脸面要活在这世上？好，你不是要我死吗？那我就死给你看！妈，苏雨堂，我妈好歹曾经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看待啊，你的心怎么这么冷血啊？再怎么样也不能逼他们去死啊！是啊，毕竟人命关天，苏经理，要不你就答应他们吧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不是谁闹谁有理的野蛮时代。你们同情心泛滥，那你们就给钱啊！再敢逼逼赖赖，我直接报警！哎呀，没天理啊！儿媳妇逼死婆婆，公司还包庇，我要找记者，我要上网曝光你们！赵主管来了，苏雨堂，你的末日到了，你就等着被开除吧你！昨天顾总说今天就会公布我成为公司合伙人，并且担任公司副总裁的消息。想必他们人事部的人现在已经知道，我倒要看看这位赵主管来了是帮我还是帮你。周远，我倒要看看你口中的那位赵主管有没有资格开除。怎么回事？是谁在公司大厅宣传大事，成何体统？哎呀，赵主管，你可算来了呀！周老弟啊，你说咱们公司出了一个婚内出轨、私德败坏，还强占国家家产的员工？对，赵主管，您说的就是我这个儿媳，在场的都可以为我作证。她刚才还要逼死我这个婆婆呢。赵主管，您可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啊！苏玉堂，这下我看你还敢不敢做？
苏雨堂，看见了吗？你们公司的赵主管都给我称兄道弟，你识相的话就赶紧把房产还有所有的存款都给我们，这样或许我还可以帮你在赵哥面前说句好话，让他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就是，还是我儿子心傻。看在这么多年的感情上啊，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赵主管可没那么好说话了。区区赵主管我还没有放在眼里，不信你们就问问他，敢不敢开除我？贱人！你一个普通员工居然敢对人事主管不敬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事到如今你还嘴硬，你就等着被赵主管开除封杀吧。虽然苏经理占理，但是他也太嚣张了，连人事主管都不放在眼里。就是说啊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？对呀，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嘴硬，我倒是想看看，等你被开除了，还敢不敢这么嚣张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你一个小小的人事经理，本来就没有资格开除我。还赵主管没资格开除你？苏雨堂，你以为你是谁呢？天工科技的总裁吗？还是副总裁啊？哦，小小的人事主管，你一个普通员工，竟然敢连我这个人事主管都不放在眼里？赵哥，就是他不把您放在眼里。对，这贱人简直就是无法无天。赵主管，赶紧把他开除了，最好啊，把他给封杀了。对，封杀他，把他开除。赵主管是吧？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，我是谁。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我面前这么嚣张。现在认出我是谁了？那你说说，你有没有资格开除我？我睁大眼睛看了，也没看出来你是个什么身份呢，敢让我没有资格开除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？我为什么要认识你啊？难道你是个什么大人物？顾总昨天不是说会在今天发公告吗？怎么人事部的主管居然不知道公司对我的新任命？难道是因为他不过是个小主管，还没资格提前知道公司对我的任命？苏雨堂，你不过是天工科技一个普通的员工罢了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人物呢？别太高看自己了，你就是天工科技一名可有可无的员工，没了你，天工科技照样运转。赵哥说的对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。像你这样的人渣，留在公司只会对公司的形象造成影响，开除你才是天工科技最正确的选择。没错，我奉劝你呀，赶紧把房子和钱交出来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别跟他废话，赵哥，赶紧把他开除了吧。你个人生活作风不检点，对公司声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，请你立刻离开公司。顾总，你看这个。用最快速度赶到公司。你被开除了，请你立刻离开公司。保安，赶人！赵主管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不开个会讨论一下，或者问问你的上级，甚至问问顾总？问我上级，还问顾总？开除你一个普通员工，还需要经过我们人事部总监的同意，甚至顾总？苏雨堂，别太高看自己了。你确定不问一下？到时候可别后悔啊！我是人事主管，有权决定员工的去留。至于顾总，日理万机，是你想见就能见的。赶紧滚蛋！别逼我让保安动手啊，那样会很难看。听见了吗，苏雨堂？赵哥让你滚蛋！你现在已经不是天工科技的人了，识相的就赶紧把钱和房子还给我，否则你去哪家公司，我们就去到哪家公司闹，以后让你在这个行业里再也混不下去。贱人，这就是报应，活该！赵主管，我就明说了吧，凭你一个小小的人事部主管，本来就没有资格开除我。我是公司新任命的副总裁，我的任命需要董事会决议，你没有这个权利。你是副总裁？副总裁？苏雨堂，你吹牛能不能打草稿啊？你到这家公司才几年啊，你就当副总裁，笑死个人！赵哥，他就是想赖着不走。对，这个贱人他最会骗人。
我好像是听总监说，今年公司会任命一位新副总，还是合伙人，难道就是他？赵哥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就是在拖延时间，垂死挣扎。他要是真的有什么任命，他早拿出来显摆了，还要等到现在？没错，赵主管，赶紧把他赶出去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周远说的对呀，苏雨堂任命的事情一点风声都没有，而且周远也说了，事成之后还有重线。你少在这个危言耸听啊！我处理过多少员工，还轮得到你教怎么做事？还敢假冒我们公司的副总？我看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保安，还不赶紧把这个闹事的给我请出去！赵主管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我再打电话问一下你的上级，问清楚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公司副总。赵哥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。还有多久到公司？顾总，还有5分钟。3分钟内必须赶到。是。究竟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在公司起疑？我和他结婚这么多年，他什么能力我最清楚了。他绝对不可能是天工科技的副总裁。你确定啊？赵主管，我当然确定了。他要真有本事的话，不可能这么多年一点名声都没有吧？好啊，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给我胡说八道，还不赶紧动手！赵主管，就算我不是公司副总，你也不应该帮着这些外人来指责公司内部员工。还敢威胁我？你自己生活不检点，对公司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。我开除你完全是为了公司着想，就算是顾总来了，也挑不出我的毛病。苏雨堂，你就认栽吧，啊，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看谁敢动！我看谁敢动他！顾总。苏总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顾总。好啊，苏雨堂，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硬气呢？啊，原来是姘头来了呀！哎，大家都看看啊，这个人就是他在外边找的野男人，证据确凿。好你个小贱人，婚内出轨的就是这个小白脸吧？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搂搂抱抱，真当我们周家没人了？真当我们周家没人了？小好心吧，长什么样子？苏雨堂，原来你之前都是装的呀，背地里不知道跟多少男人在外面勾勾搭搭的。周远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你自己内心肮脏不堪，就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龌龊。我跟顾总是上下级关系，清清白白，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你敢打我儿子，我撕烂你的脸！撕烂！我看谁敢动他！什么上下级？谁信啊？要是没关系，这个小白脸敢这么维护你？赵哥，你还等什么呢？啊，这对狗男女在公司门口就敢这样，私底下还不知道多不堪，赶紧开除他，连这个小白脸一起收拾了。赵主管，你可不能纵容这种小贱人，把他留在公司，只会败坏公司的风气。就是，赵哥，闭嘴！赵哥，你是不是打错人了？是啊，赵主管，咱们不是说好说是苏雨堂跟这个野男人吗？你应该打这对狗男女才对啊！不想死就给我闭嘴！你们知道你们面前的是谁吗？不想害死我吗？顾总，顾总！赵哥，你刚才叫他什么？给我听清楚了，这位就是我们天工科技的创始人兼总裁顾行舟，顾总。顾总，顾总，饶自己！什么？他是天工科技的老板。那个传说中白手起家，不过3年就创办了天工科技这个市值200多亿的科技新贵，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豪，顾总。你是新来的人事，帮着外人在公司大闹，还帮着欺负公司高层，大的胆子！对不起，顾总，刚才都是误会啊，我实在不知道就是您的。如果有冲着您的地方，求您大人有大量。
不要跟我计较。你该道歉的不是我。哦，孙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听信谗言，是我周瑜蒙了心，冒犯了您，还求您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不能没有这份工作。顾总，赵经理严重违反公司规定，你是公司总裁，你看怎么处置？你现在也是公司副总，是公司高管，怎么处置？你看。赵经理，你身为人事部主管，勾结外人，徇私枉法，严重影响公司运营，损害公司利益，你被开除了，同时将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哎呦不，我这刚入公司没多久，您不能开除我。苏总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你不能开除我，苏总。哎呀，是没听见吗？苏总的命令就是公司的命令，赶快把他丢出去。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为什么？都是你们，是你们骗我说苏玉堂好欺负，是你们让我帮人闹事儿。现在我工作没了，还要吃官司，我给你拼了！让我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，别走，放手！你跟人拼了！借着今天的机会，我向大家宣布一下公司新任命。苏玉堂女士，凭借卓越的能力和对公司的巨大贡献，现在她已经是公司合伙人，持有公司5%股份。同时，我将任命她为公司副总裁，主管业务部门。苏姐竟然是副总裁！天空科技5%的股份。天空科技现在估值200多个亿，5%的股份就是10多个亿啊！10个亿，真的有10个亿，是我们的，这些原本是我们的呀！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真的选错了？苏副总，这2个人，你看怎么处置？报警吧，他们擅闯公司，影响公司运营，污蔑诽谤，他们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玉堂，不，苏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鬼迷心窍。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的份上，你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不能坐牢啊！是啊，雨堂，我们不知道你是天宫科技的副总裁，要是知道的话，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。你就饶了我们这次吧。不想坐牢，好啊，那你就赔偿我跟公司的损失100万。什么？100万？玉堂，我真的错了，都是柳菲菲她勾引我，我心里爱的人一直都是你啊！玉堂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只要你能原谅我啊！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我再也不敢犯错误了。不敢，快把他拉开！玉堂，玉堂，都是柳菲菲那个狐狸精的错，她蛊惑小远，挑拨我们的关系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回到家，我还是把你当成亲生女儿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是啊，玉堂，我不是故意要背叛你的，都是柳菲菲，是她自己送上门来，是她勾引我，我心里爱的人始终都是你啊！我现在已经跟她一刀两断了。周远，你以为我还会信你的鬼话吗？你之所以求饶，不过是不想坐牢，不想还钱，还觊觎我的钱财罢了。可惜我苏雨堂从不原谅背叛者，你当初怎么对我的，现在就要怎么偿还。把他们丢出去，直接报警，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。玉堂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，我们毕竟夫妻一场，你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坐牢呢？玉堂，玉堂，狠心？当初你跟柳菲菲背叛，逼着我离婚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夫妻情分？当初你妈对我百般折磨，拿我的付出无视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今天这一切都是你们罪有应得。苏总，这种人不值得你这么伤心。顾总，我已经不在乎他们了，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也想明白了，
以后我会好好工作，认真生活。我相信你，你是我们公司的大功臣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们都永远支持你。从今往后，我苏雨堂的生活只会是一片光明。